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我在遵义绥阳县的大路曹乡，开车路过这里啊，发现这里有一个小组呢，好像已经像一个荒芜的村庄一样，很多房屋呢都已经没人居住了。我们进里边去看一下。这个地方的硬化公路呢是通到外边的，然后从这里有个毛路上来，这个路呢也修得非常的陡，下雨的时候啊，这个水流也比较大。然后这个小组呢，就是居住在这里边的一个三角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木房子，这些房子呢，大多数都已经是废弃在这里，没有人居住的。那这里还有一条毛路呢，是一直往上修的，不知道山上还有没有人居住啊？那我们就从这里走进来，这里边看一下。可以看到这一栋房屋呢，也是属于这个丢弃的状态，包括这边有一些吊脚楼。这个吊脚楼，我个人比较喜欢啊。躺在这个上边可以看到山外的风景，那这个村主的风景也是非常的好看啊。后边呢是高山，对吧？这边呢有很多的沙树林，但这个村子呢就是隐匿在这个峡槽之中一样哈。你在外边你根本看不到这里边。那他们这个村庄是什么原因呢？就全部都不在这里住了呢？我也没太搞明白啊。哎，老娘，哎呀，吃饭没到？我吃了嘞，这够不咬人吧？这边的房子为啥都全部烂的呀？还在外面卖。所以说这里这一片房子都没得人住了。没得，那些就要不要回家人嘛，在黄河走。你也是一个楼头啊？我嘛，我那底下。哦，就是底下栋楼房是你家小建的。然后这里就是你一个人在这儿。可惜了，这些房子全部都烂的哈。这个老人家说呀，这些房子全部都没人住了，你们看看，多可惜啊！以前建这个房子的时候也是费了不少的功夫。这个吊脚楼房屋非常不错啊，它是2层的。我们看到院坝呢，都全部是长满了杂草。这边有些老物件，风车，这个大家认识吧？就我们农村的一些黄豆啊、稻谷啊、玉米啊等等，收回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灰尘、渣子，或者说细小的那种要淘汰的，那么就用这个啊，这个风车放在里面，就用这个来转。这里呢出来的就是好的，那边有一个2斗啊，这个叫大斗，那个叫2斗，2斗出来的呢就是次品，后面出来的呢就是灰尘、渣子什么的。这个是大门的中堂，哎，两边还建有一个门来关着。这个呢叫做挂，挺有讲究的。然后这边呢是晒粮食的一些晒店，你看这个晒店都还挺好的。只不过呢，这个房屋呢全部都漏水了。这是以前的这个青瓦，青瓦的话，它基本上每1-2年吧，需要上去翻新一遍。你不翻新的话，就有很多地方呢就漏雨。有时候山里有这个冰雹啊，它就把瓦片打烂，打烂的一部分呢，你就要去处理一下。像这种青瓦房啊，特别是青瓦呀，现在都没得做了，都是做的水泥瓦哈。所以这种房子呢，一般来说，你要把这个青瓦重新翻过呢，只能说2栋房屋来把它并成1栋房屋用啊，因为你再去买青瓦了，现在基本上也买不着了。很多朋友啊，不是跟我说你们喜欢这样原生态的地方吗？看看我身后这一栋房屋啊。这个位置就在这个村中非常不错的，这边呢有毛路可以开上来，然后这里呢有大的院坝，然后它这个房子居住的位置呢也非常的向阳哈，前方呢也比较平坦，哎，这个房子我觉得是可以改造来住一住的，你们觉得呢？我目测了一下哈，这个地方的房屋大概有20-30栋，只有3-4栋房屋呢有老人在这里留守，其他的呢全部都是像我身后这栋房屋一样荒废在这里了。不少房屋房顶的这个青瓦呢都已经损毁殆尽，我估计啊，如果不及时修整的话，可能再过几年，基本上大多数就会坍塌了。真的是觉得挺可惜的。很多城市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啊，我们农村的老一辈啊，为了修这一栋木房子呢，真的是历尽千辛万苦。这里的每一颗柱头、每一颗板材、每一片瓦，都是要大量的人力运到这个地方，再建这一座房子。
这每一栋房子在打地基、在修房子的时候呢，都要集全村全组的人力呢，才能把它修好，不是1、2个人、2、3个人就能把这栋房屋修好的。所以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这一栋房屋修建需要花多少时间吗？大多数需要花3年以上的时间才能修好一栋房屋。所以说，农村修的一栋木房子啊，真的不是用钱来衡量的，因为这里面掺杂了老一辈太多的心血在里边。所以啊，每当看到这么漂亮的房屋慢慢的就损毁在大山里呢，还真的是有诸多的感慨。但是这些现实状况呢，也是很无奈。时代在向前发展，确实是非常多像这样的村庄呢，都在农村慢慢的消失，因为年轻人已经离开了家乡，工作、生活、交际，甚至小孩子的上学都在城里边，要回也回不来了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泰啊。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，是在遵义市播州区平镇葛老族乡凤凰村的小窝档。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1000年的古村落。那么怎么证明呢？边上这里呢，就有2棵非常大的红豆沙，被当地人称为千年夫妻红豆沙。而且呢，前面呢还有一个石头，长得非常像石溪流。这个古村落呢，是在一个特别高的一个山顶上，正好山顶上一大片的平地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古村落啊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们是从山脚下开车绕了差不多个把小时到这个山顶的。那么整个山顶呢，是一片非常非常平坦的地方啊，那是一个1000年的一个古村落。那么这一片呢，其实山上的这些林子里面呢，都是一些红豆沙树，据说大大小小呢有几百棵的这个红豆沙。现在我们镜头中这一棵就是，当然最大的呢就是这边这2棵啊。那我们再可以看看这边，像这个下边这个土地里啊，还有2、3所的这个古墓是吧？包括这些石墙啊，都是看得到非常古老的一个信息啊。那么前面那里还有一个土墙啊，还有一个棱角的一个土墙在这个位置。那我们看看这2棵呢，就是我们说的1000年的夫妻红豆沙，非常的漂亮啊。树上呢都拴了很多的红布，那就证明经常会有人到这里来看望这2棵1000年红豆沙。那我们走到这儿呢，还是要去打个招呼啊，毕竟1000年的这种古树啊，还是不常见的啊。这2棵红豆沙呢，在我们当地甚至说外面都非常非常的出名啊。大家看看这个树上挂了那么多的一个红布呢，大家就知道了哈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一个牌匾啊，那么这里是写着的，字都看得不太清楚了啊。1000年夫妻红豆沙，为什么大家形容这2棵树是1000年夫妻红豆沙呢？大家可以看看上面的整个树梢，它的这个枝丫呀都是相互扭缠在一起的。还有呢，就是这里有2颗藤，看到没有？以前呢，这里是有2颗血藤缠绕上去的，那么现在呢，那颗血藤是干掉了哈，这边干掉了，但是呢，这里有一颗这个野葡萄是吧？大家可以看看这棵葡萄树呢，长到这个位置呢就分叉了，那它就分叉成2颗这个树藤上去啊。这2棵树藤上去呢，上面的一个枝丫呢，全部都是相互的把这2棵树缠绕在一起，看到没有？非常的形象哈。我告诉大家啊，为什么叫夫妻红豆沙？我可以告诉你们，现在就能够区别出来。左边这一颗呢，它是没有果子的，那么右边这一颗呢，上面结了很多的红豆沙果。啊，这边这一颗上呢，它是没有结这个红豆沙果的，是吧？那么这边这一颗呢，就是结有红豆沙果，你们可以看看啊。在外边来了。好，这里我给你们看看这个红豆沙果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果子非常非常漂亮。那边呢就是红豆沙树，然后这个位置呢有一只石头长得特别像犀牛，大家看看，是吧？特别像，有耳朵，有腿，两边都是有腿的，是吧？然后有眼睛。它这个地方呢，就是
主人住在这里的一个主人家他说的，这里面本来之前是一个包的，然后这个包呢被抠掉了，所以他就用水泥搞了这两个哈，所以看着上面的牛角呢就有点像水牛，实际上这个整个形状呢是像犀牛的哈，是不是特别的形象？这个村庄呢，不管是看到这个古木房，包括这里1000年的夫妻红豆沙，还有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石犀牛，是吧？都预示着这个地方的神秘感。而且它整个地方的地形呢，从山脚下一直走这个盘山路上来之后呢，整个这一片都是非常平坦的一个地段。那么再往后面呢，又有一个背脊的这个山延伸到前面去，所以说整个地形非常神秘啊。整个这个古村落呢，现在其实已经没有多少户在这里了，就是大多数人呢都不在这里居住了。但是这一片呢是非常有可能成为那种旅游区，就是这2颗1000年夫妻红豆沙其实是非常出名的哈，在当地包括甚至说外省的很多朋友都知道，经常会有人慕名而来到这里来看这2颗1000年夫妻红豆沙，因为真的是特别的形象哈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枝头上它2棵树都是缠绕在一起。而且还有一棵野葡萄藤呢，它也是分叉成2股，然后上去呢又把上面的树梢缠在一起。以前还有一棵非常大的一个雪藤，它也是2棵，所以说，真的是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哈。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，左边这一棵树呢，它是没有果子的，是吧？那右边一棵树呢又有果子。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呢，就是住在这里的第五人家呢，我其实他教他表述的是吧？其实他还跟我说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故事，但是呢。我们在视频上呢就不能说这些事情了哈。这个地方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村寨啊，虽然说现在没有多少人住在这里了，但是依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00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些居住的一些痕迹哈。所以说如果说喜欢古遗迹的一些朋友呢，其实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，来研究研究哈，因为整个村落的这个整个位置啊，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哈，感谢朋友们观看啊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泰啊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三渡镇这边的云门屯景区啊，带你们到景区里面去看一下，里面风景非常漂亮。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，就在三渡镇上的云门屯的这个大门。通过这个大门呢，大概开车10来分钟呢，就到达现在的这个停车场，包括这下边的这个游客服务中心。在游客服务中心买好票之后呢，我们可以选择坐车，也可以选择步行走这个栈道到这个碧林广场。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呢，就是碧林广场。三渡镇在春秋战国时期为毕国属地，后来隶属于毕县。据清代遵义府志记载，毕国呢是商周时期的古诸侯国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上古神兽碧林的神像啊，长有9.6米，宽有5.3米，昂首立于龙岩之前，碧水之滨，高台之上。碧林是碧水流域先民们的精神图腾，碧林呢又称山竹碧，是一种上古神兽。遗憾的呢是景区内并没有相关的告示牌。碧林广场的左侧呢，这里还有一个小瀑布哈，大家可以顺着碧林广场这边的悬崖下边呢步行过来参观小瀑布。小瀑布参观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顺着河流往下走，穿过5颜6色的风车通道呢，我们就来到了大泥洞，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娃娃鱼。景区工作人员呢正在这里吃火锅哈，我们都有点饿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娃娃鱼，我叫大泥。你有老水吗？哎呦，你看我刚刚这个停的，好卡的。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呢，就是摆渡中心啊，也就是我们要去大天门呢，是要在这个地方坐轮船过去的。那么我们对面这一片悬崖呢，就是传说中的天眼地缝哈，非常奇特的地质奇观。那我们就一起进入天眼地缝，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里边的一个内部结构啊。我们这位吴启林小哥哥呢，本来是跟我一起来搞摄影的哈，我看他呢跟2个景区的小姐姐聊得正嗨哈，他好像都忘了他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。
这里边的这种缝隙通道其实还挺长的哈，我们只能给大家展示一部分了。阿姨，你这个小鱼怎么卖呀？小鱼50块钱一斤，给你品尝。50块钱一斤吗？还可以品尝，然后试一下。觉得好吃就买。我觉得还挺好吃的，挺香的。应该有会传一定香。这边呢有一块许愿石哈，还有一座姻缘桥。如果你喜欢哪个小哥哥小姐姐呢，不妨在这里许个愿吧。现在呢，我们跟着景区的解说小姐姐呢，到他们的轮渡里边吃一点他们的这个工作餐，然后呢，等一会儿呢就会开始坐船到这个大天门那边去啊。刚吃完饭呢，景区的一个大哥就要给我们弹奏一曲啊。看来云门头景区的工作人员真是藏龙卧虎，多才多艺啊！接下来我们就大家来欣赏一段大哥给我们弹奏的曲目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坐船前往大天门啊。从轮渡的地方坐船到大天门呢，大概船程是半个小时多一点。坐船到大天门的途中呢，真的是到处都是美景啊，十里梅江画廊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啊。每一帧呢都可以大家拿来做壁纸，太漂亮了。我就不啰嗦了哈，大家默默的欣赏一下这一段。通过半个小时的船程呢，来到了大天门。这种上亿年前形成的地质奇观真的是太震撼了。下面呢，就由我们云门头景区的解说小珍呢，给大家讲解一下大天门。大家好，我是云门屯景区讲解员小珍。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云门屯景区一个标志性的景点之一——水上大天门。整个云门屯景区呢，主要是以喀斯特地貌为主，大天门呢也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所形成的。天门高约100米，宽约80米，非常的雄伟壮观。天门右边的岩壁上呢有多口岩棺。据专家考证得知，这多口岩棺是古代辽人的岩棺，辽人为古代仡佬族人，是三都镇的土著居民。岩棺的位置呢有高有低，它位置的高低呢代表的是当时一个族人的地位位置的高低。上边站的呢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，比如他们当时的族长，有权势有地位的人群，他不是所有的族人都可以站在这上边。他们的礼葬方式呢有很多种，而岩棺葬呢就只是其中的一种。在这里呢，天门的位置的话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，它是三江汇聚在一起的。整个天门呢跨越在三江交汇的地方。三江的话就是我们游船行驶过来的是梅江，位于我们的天门的前方的话是洛安江，右下方的话是湘江，三江组成的。这儿还是一个三镇两县交汇的地方。然后三镇的话是指我们遵义县的虾子镇和三渡镇，然后对边天门的位置的话是指的是我们梅潭县的高台镇。
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现在是在这个大山顶上，在这个公路边呢，发现这里有一户特别漂亮的木房子，是没有人居住的。我带大家看一下哈。这个呢是一个石头砌的，应该是喂猪喂牛的一个地方啊，看起来古香古色的，非常漂亮。这边呢是一个砖结构的，可能是也是喂猪的吧。那这副木房子呢，看去是让人非常舒服的。整个它这个下边的这个地板呢，都是石头镶嵌的哈。我们看看这里，这个石头都是这种青石来打造的，就以前特别古老的那种。那么这个房子呢，目测看去呢是没有人长期居住。主人家呢是很有可能经常会回来一下，但是不长期居住在这里啊。整个上边的瓦片呢都是翻新的，因为以前都是那种泥巴烧的嘛，现在呢都是政府统一改造的这种瓦。房子特别漂亮啊，是正三间的，大家看看。中间这一间呢是堂屋啊，我们农村这边的房子都是这样的。两边呢一边一间，实际上它总的间数是7间。像这边这个单间的话，它外边是1间，里边呢是隔的2间，就是客房嘛。所以总共呢算间数呢是7间啊。这地方环境非常不错，它周围的这些地呢也可能是邻居种的吧。整个视野非常非常的开阔，我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对面很高的山，整片山都看得到。哇，这里还放了一棵大杉木，这个杉木呢，估计是我们这边用来做棺材的，我猜都猜得出来啊。这个呢就是棺材的盖子，它从这个中间给它用那个锯子锯破之后呢，它是会形成2个棺木的这个盖子啊。这个房子的地理位置啊，确实非常的漂亮。我反正是特别喜欢这样的地方。这个公路呢，也就是通到自己家门口的，从山下上来的这个盘山公路。那么这个房屋的这个周边呢，都是特别平坦的一些土地啊。后边还有一个土墙房，那个可能是以前用来烘干什么东西的吧。太舒服了，这个地方如果夏天来避暑的话，海拔在1200多一点吧。这个房子后边这一片呢都是中药材哟，就是我以前有跟大家说过，就是杜仲啊。这个房子后边这一片光秃秃的这些树木呢都是中药材，是杜仲啊。那么它是坐在这个山腰偏上段的位置，所以海拔也比较高，整个夏季呢会非常的凉爽。那对面呢看去呢基本上是很少有山会高过这里，基本上是跟这里平齐的。因为这个大雾天嘛，前面看得不太清楚啊。如果说是在夏季的话，会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前面这一些树给它弄掉之后呢，就会视野非常的开阔。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地方呢，可以收藏一下，夏天的时候呢自己过来看一看哈。像这样的木房子，大家喜欢吗？也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你的看法啊。